嗨，欢迎来到巧造咖，我是巧儿。今天来做源自法国的布列塔尼酥饼，其实就是法式奶油酥饼，是一款会吃上瘾的饼干，充满浓郁的焦糖奶油香气，外脆内酥的口感，一吃就会融化在口中，穿插呢偶尔会蹦出的咸味，刺激味蕾，一两口就吃完了，太美味了。先来买本次的特选素材欧洲奶油，跟我一起逛一下传统市场。这一家呢是 cheese 专卖店，有各种的手工 cheese， 也是少数有进口欧洲奶油的地方。一开始就是因为法国布列塔尼出产品质很好的有盐奶油，才让这款酥饼这么有名。法国制的奶油有严格的制作标准，必须呢含有 80% 以上的脂肪，而且经过发酵，一打开来真的很香。颜色呢也比一般的奶油更黄，称好重量放在室温下，先让奶油变软。跟其他饼干不一样的地方是布列塔尼酥饼，它只用新鲜的蛋黄，不是全蛋，让饼干的味道更浓郁。这款甜点它材料很极简，才几样而已，制作又快速，所以饼干的美味程度跟食材品质有绝对相关。奶油加入香草酱或香草精稍微打发，不用打太久哦，用低速呢打发至羽毛状。加入糖粉跟盐之花，我喜欢盐之花那种片状的口感，咸味呢也很清淡，那你可以用粗粒的海盐替代。还有一点泡打粉，搅拌均匀。怕糖粉乱飞的话，一开始呢可以断断续续的开机，让糖粉慢慢的混合。边打边加入蛋黄，蛋黄跟奶油放在室温一阵子，就会很完美的乳化。那这里呢就完成我们酥饼的面糊基底，接下来我们把它分成4份，就可以一次完成4种口味，就可以出一个饼干礼盒了。应巧手要求，希望能做茶类还有不同口味的酥饼，所以这一次一次分享4种口味：原味巧克力、伯爵茶、抹茶红豆。那我不想洗太多容器跟工具，所以呢这个做法是特别设计的。备好一种面糊基底之后，分成4等份，接下来呢再做口味的变化，就可以一支刮刀用到底。先从颜色最浅的原味开始做，一路做到最深的可可口味。原味的加入面粉跟一点莱姆酒，莱姆酒烤完它酒精会挥发，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吃。那真的没有的话就省略。把面糊放在保鲜膜上，刮刀刮干净就不用洗，继续用。跟一般饼干的厚度呢，大概在 0.2 到 0.3 公分不太一样。这款饼干的特色是厚度要够，拉长时间烤焙，奶油呢就会被烤出一种焦糖香气，而且凸显它酥酥脆脆的口感。那最后呢，我喜欢1公分的厚度，整理成方形，原味完成。下一个是伯爵茶口味，可以用现成的茶粉，或者是呢用新鲜的伯爵茶叶直接研磨成粉。面粉加入伯爵茶粉，过筛加入，那比较大颗的茶叶就不要加入了。茶叶会比较吸水，倒点牛奶，刨入柠檬皮或者是柳橙皮屑，那味道呢会更清爽。伯爵茶面团完成。厚度希望一样的话呢，就用原味放在旁边擀一擀，做个参考。Next， 抹茶，面粉加入日本抹茶粉，过筛。最后呢，再加入来自台湾高雄整颗蜜红豆。那我会用面糊包覆红豆，这样擀的时候就可以避免把红豆擀破。抹茶红豆完成。
最后是巧克力，面粉加入可可粉过筛，一点即溶咖啡粉更可以带出巧克力的风味。还有莱姆酒，酒商呢会不定期推出这种迷你瓶，让大家试味道。通常呢会放在结账的地方。如果你们买酒的时候呢，可以留意一下。我只要看到就会带一罐回家，因为做甜点呢，很多时候不同的酒只要用一点点，所以这种迷你瓶刚刚好。4种口味，咻咻咻咻，一下就完成了。请冷藏至少半小时，再来压模。今天的布列塔尼酥饼会用这个塔圈来烤，如果你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，就烤完之后呢，饼干会稍微薄一点点。那这个塔圈的直径是6公分，那为了等等呢，它在烘烤的时候给它一点空间膨胀，我们待会压模呢比它略小一点，所以这个饼干压模大概是5.5公分。如果你今天用的塔圈直径更大，比如7公分，那你的压模就大概抓6.5公分左右。保鲜膜包过的面团啊，会有一些纹路。那为了让它有光滑的表面，我们在烘焙纸上面稍微改一下。剩下的面团用刚刚的保鲜膜再包起来，然后擀成也是大概1公分左右的厚度，就可以继续使用。所以所有的面团都不会浪费。这个配方每一种口味以6公分直径来说，可做8到9片。那剩下的面团整理好之后，进冰箱冷藏冰硬。烘焙纸沾到面团的话，刮干净就可以继续用。所以今天我们做4种口味，也只需要2张烘焙纸就好。如果中途你觉得面团太软不好操作的话，就再冰个5到10分钟，它很快就会变硬了。这时候 Bagel 突然很撒娇，喵喵乱叫，请大家见谅。现在呢，我们还需要1颗蛋黄，是涂在饼干的表面，这也是布列塔尼酥饼的一个特色。但是呢，我的布列塔尼酥饼呢，多加一个食材就是蜂蜜。蜂蜜呢，会让我们饼干表面更上色，而且呢，会让它烤完那个焦糖的香气更明显，真的很赞。一点点就好。好。这是冰好的面团，那我们现在来刷蛋黄。冰了大概10分钟，让它表面蛋液都有点干燥之后，我们来刷2次蛋液，这样会让它烤完的那个烤色更漂亮。那这一次刷完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做布列塔尼酥饼最著名的十字装饰。那我想说，原味跟巧克力我们做就好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伯爵跟抹茶是光滑表面的感觉，我觉得也蛮美的。塔圈呢，虽然这个步骤是多余的，但我觉得喷一点油啊，它比较不会粘。就
就算你也没关系，待会脱模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怎么脱模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套在我们的饼干上面。露露，以170度烤23到25分钟，直到表面呈现焦糖色。出炉，看这颜色超漂亮的。出炉放凉之后才能移动饼干哦。那烤到底部也要这么上色。有些会粘住塔圈的话，用小刀转一圈，饼干就会掉下来。布列塔尼酥饼真的是很万用的面团，这一次做了4种口味，我觉得每一种都很好吃哎。好香哦！也可以当成蛋糕或塔类的底部哦，像是之前分享过的布列塔尼柠檬塔。欢迎来到本次的翻车事故现场。那为了找出最好吃的布列塔尼酥饼，我也做了很多实验，然后有很多东西要跟你们分享。第一个呢是烤色。一开始呢，我想说是不是烤到这样子金黄色就很棒了，但试吃之后呢，发现如果没有把它烤到这么上色，像这个深色的，没办法带出布列塔尼酥饼那种特殊焦糖奶油的香气。那浅色这个饼干呢，吃起来就会比较普通一点点，所以我觉得烤色呢差异还蛮大的。第二个呢，今天的做法呢，擦蛋黄擦2次，那给大家看擦1次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。有没有差很大？光泽度呢？虽然它也有点光泽，但是2次的蛋黄跟1次的蛋黄就差蛮多。还有就是这个配方有加蜂蜜，所以它的颜色呢也是更漂亮一点。那如果你不想擦蛋黄呢，也可以，但烤出来呢就会像这样。再来呢，就是面团擀的厚度，有时候擀的比较厚的话，它会有个缺点，就是中心吃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生生的，没有那么酥脆，然后烤完呢也蛮容易软掉的。所以最后呢，建议大家面团的厚度呢大概抓1公分左右，其实也是蛮厚的啦。这样子烤出来呢就会外酥，然后内部呢还是有脆的口感。饼干呢刚出炉热热的时候，它其实是很脆弱，如果那时候去动它或者想要脱模的话，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件。就会整个崩落，所以呢，等它完全冷却之后，就可以漂亮的脱模。下午茶时间，最近天气好热，来杯冰咖啡消消暑。补充一下，布列塔尼酥饼它是常温甜点，它的风味呢随着时间会有点不一样哦。刚烤完当天是酥酥脆脆的，放置1夜之后回潮会更湿润，只有自己做才吃得到每一个阶段的口味变化。这一款很适合新手，相信我，只要你会搅拌，就会做成功。在常温可保存7天，面团呢，你可以大量制作，冷冻起来，要吃的时候呢，再压模现烤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次分享。喜欢今天的影片吗？留言跟我说你最喜欢哪一种口味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